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白灼虾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，但许多人在家里做的白灼虾时，口感却不尽如人意，呈现出烂烂粉粉的状态，肉质也不 Q 弹。其实，这主要是因为方法不对。今天，小颖将分享一个小技巧，让你做出的白灼虾肉质鲜嫩、Q 弹劲道，好吃到没朋友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跟着视频看看这道白灼虾是如何制作的吧。今天去市场花了28块钱，买了1斤新鲜的虾。我们做白灼大虾，一定要挑选这种新鲜的虾，这样做出来肉质才会 Q 弹紧致。将虾放在流水下冲洗，用手轻揉搓，去除表面的杂质和泥沙。清洗干净后，用剪刀小心修剪虾须和虾脚。剪掉虾腔尖端，防止扎手和戳破虾肉，导致汁水流失。此外，挑虾线也很关键，用牙签从虾的第3节处插入。轻轻挑起虾线，动作要轻柔，避免扯破虾肉。虾线挑出后，放入清水中，再清洗一下。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小葱，把它切成小段。1块生姜，把它切成丝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小半碗白酒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倒入足够的清水，将水煮开。煮虾时，水的量一定要是虾子的2倍以上，确保水量充足。很多人煮虾时常常只用一个小锅，觉得这样就可以，但其实这样做是不行的。水量至少要达到虾子的2倍以上，这样才能让虾快速熟透，表面变熟，保持 Q 弹的口感，并且容易煮熟。水量越多，热量的传导就越好，受热也会更均匀。如果水量不足，用少量水煮虾，可能会导致水始终不沸腾，虾即使熟了，口感也会软软碎碎的。因此，水量一定要足够。今天我使用的水量正好是虾子数量的2倍，足够的水量才能确保虾均匀受热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现在我们的水煮开了，把葱姜放入锅里，加1勺的盐。加盐的目的是能够加速这个蛋白质的凝固，能够让虾强化蛋白质的这个凝固力，虾子吃起来就会比较 Q 的效果。加葱姜可以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。再次煮开后，把虾放入锅中。这里也要提醒朋友们，一定要水滚之后才能下虾哦，水量一定要多哦。再把白酒放入锅中，酒这个时候放入，才能够起到这个去腥的作用。如果提前放的话，那么酒精一下就挥发掉了，没有起到去腥的效用。然后稍微把它搅拌一下，让它受热均匀。滚了之后，就可以把火关小一点点，不需要大滚。然后我们把它煮到它卷起来，要煮到虾身卷起才捞出，要让它大部分都卷起来，这样子才表示它差不多要熟，不是全熟，差不多熟。现在差不多有1半都卷起来了，把它捞起来，再放入盘中，
虾都差不多卷起来。这段时间呢，不是要浸泡冷水的，这段时间它热，持续在这边焖，虾就会整个熟透，而且刚刚好熟，不会过老，那它也不会有夹生。这个时候的虾最好吃。如果你让它过熟的话，煮到整个虾都已经脱壳的话，那个虾通常就不会那么好吃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香菜，根部要切掉，然后切成小段。一小块生姜，把它切成丝。几个小葱，把它切成小段。准备适量的洋葱，把它切成丝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这些香料主要就是为了等一下熬酱汁的，熬出来特别香。那我们调一个酱汁，加入2勺的生抽，一点点的老抽，1勺的蚝油，1勺白糖，适量的胡椒粉，加入清水，把它搅拌均匀。因为这些调料品都是有咸味的，所以我们这道菜不要再加盐了，不然的话会很咸。搅拌均匀后，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起锅，直接把酱汁倒入锅里面，然后加入我们准备好的香料，一定要小火熬。熬这个酱汁火不要开太大，一定要把这些香料的香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全部熬到这个酱汁里面，现在我们熬了5分钟的状态，现在全部香料都变色了。关火，把酱汁给它过滤出来。现在我们的虾已经冷却了，接下来将虾一个一个摆放在盘中，像这样围绕盘边摆成圆圈，尽量摆得美观一些。然后再准备一个小盘，把调好的料汁倒入其中，一盘超级美味的白灼虾就完成了。无论是家里有客人来访，还是过年过节，这样一盘菜绝对会成为餐桌上最先被抢光的美食。虾的口感鲜嫩，既不腥也不柴，特别好吃。吃的时候搭配上调好的料汁，真的是太美味了，比饭店里的还要好，干净又卫生。在这道白灼虾的制作过程中，我们不仅享受到新鲜食材的美味，更感受到烹饪的乐趣。每一只虾都被精心处理，口感鲜嫩 Q 弹，搭配自制的调料汁，绝对能让你的味蕾大呼过瘾。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节日庆祝，这道菜都能成为餐桌上的明星，吸引每一个人的目光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